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呢，我们是想要看国服跟国际服的数据差别。那很不幸的，现在我的手头上呢，只剩下国服的数据而已。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他们在黄庭的时候战斗是已经拿到了多少的击杀积分。这个只是计算黄庭而已啦，就是这个活动持续的时间。那他们结束将会在明天，晚上吧，差不多晚上的时候才结束。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那可以看到，他们只是光靠黄庭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了26亿的击杀，哇哦，16伏的，再来就是21伏的。那21伏的这个 Viva 三笠这位玩家呢，我在看他们 KVK 的时候比较印象深刻吧，因为我看到他一个人在那边一阳指啊，不是一个人而已啊，有好几个人帮忙他在一阳指，所以就看到哇，这个太夸张了，而且他们这个拥有20亿击杀的玩家有8位啊。然后有差不多50多位的玩家，这边我看到下面大概有58位吧，59位玩家都已经突破了11击杀，这个是击杀积分，不过还是很可怕。果然，先锋王国打出来的那个数据会有点不太一样。那很可惜的就是，像之前国际服的顶上战争啊，就是960跟365的那一场 KVK，又或者是960跟307的 KVK，就没有做到记录，所以不确定他们当时候的记录跟今天的记录有什么差别啊？365跟2377的 KVK 我也是没有做到记录，所以就没有办法，我们只能看国服的。OK，那么现在大家画面上所看到的就是他们这一个 KVK 里面拿到多少的击杀、阵亡还有治疗。那因为国服那边的时间其实比国际服慢了一天，但是他们打的时间是比我们国际服2377、1365的时间还要长一点。因为据我的观众所说呢，2377跟365的 KVK 打少过12个小时，差不多8个小时就结束了。不过我们也可以来做个比较吧，就是国服那边打了一天的时间，然后比较起国际服打了一天的时间，到底相差有多大？那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第一名的玩家跟国服的第一名玩家就已经有差距了。然后甚至到了第4名都已经相差8亿了。显然的，国服那边打的会比较凶狠一点啦。我是觉得说，如果国际服能够继续下去打的话，可能出来的数据会比较多一点了。不过很可惜的，我们这边打的没有这么精彩，国服那边还是比较精彩一点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看第5到第8名的玩家，这边的情况也是差不多。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的时候，国服依然还是有超过10亿的，第8名都有12亿的击杀，但是国际服这里就只剩下9亿而已。那我们接着再往下，这边是第10名到第13名的玩家，也是可以看到国服这边还是有超过10亿的。那我们直接看一下国服这边超过10亿的有多少吧。16位玩家是已经超过10亿的，但是国际服这边就只有6位而已，所以这边分数上面就有差距了。再来就是阵亡了，我们稍微看一下，阵亡的话也是国服这里阵亡比较多，国服是已经阵亡了1.2亿，但是国际服这边阵亡8亿。那国际服这边阵亡比较少也算是正常的，毕竟他们在黄庭的持续时间没有太长，就只有那几个小时而已。然而国服持续到现在的时间是已经24个小时还在打着，所以他们这边阵亡比较多，很正常。所以就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位 Viva 三笠这个玩家呢，他一直一个人在那边填兵啊，所以他阵亡比较多一点。还有就是统皇啊，8皇一统，他也是拿到第2名，我也是阵亡蛮多的。我是看到他跟 Kingsley 的战力掉蛮多的。然后这边就是国际服，但我觉得 Wow Lion 跟 Mr. Hope 其实他们是肯掉更多战力的，但问题是他们战斗结束太快了，而导致成俄罗斯父子他们没有办法掉更多的战力。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国服所掉的战力前10名、前9名吧，也是比国际服更多，甚至到第9名的阵亡是比起国际服还要多出了1倍。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边差距有多大了，我们真的没有阵亡太多部队啊，第10名到第13名。再来我们看治疗，击杀越多就表示说治疗越多，不过在国际服这边治疗还是属于比较偏低了。我在早前就是还没有到24小时之前啊，国服这边治疗其实是比起国际服少一点的，
不过经过了24小时之后，就比国际服还要多出一点点。不过这边第一名的差距不是很大啦，但是第二名开始差距就蛮大的了。国服这边也是消耗了不少的加速，我们可以再继续的往下看。这边可以看到下面国服到了第8名，依然还是有11亿，但是到国际服这边呢，就只剩下8亿而已，第8名。然后再往下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国服的超过10亿治疗的玩家有11位，但是这边国际服呢就只有4位而已。既然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国服数据，这边顺便再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的战力掉了多少。不过伺服器说战力第1名的话，依然还是16服，这个只是计算前300名的玩家而已。他们还是拥有400亿的战力左右，然后比较起昨天，哇，他们掉的战力真的蛮多的，这边算起来大概有7亿吧。然后41服这边掉的会稍微少一点，他们掉了5亿，然后战力拥有352亿。第3名的是来自285伺服器，他们总共有332亿。这边反而是他们增加了一点点战力。再来第8服也是他们这一场 KVK 里面的王国，战力拥有317亿。然后他们战力掉了521亿，这也算是正常啊，因为他们在跟41打着嘛，所以那个阵亡差不多是接近了。再来就是21是在跟16战斗的，所以他们这边他们这边掉了这么多他们掉了这么多战力啊，9亿耶， 9.2 亿耶。然后他们的战力剩下296亿。除了看他们的王国战力掉了多少之外，也是稍微来看一下这几个王国他们的击杀积分提升了多少。那么击杀最高的依然还是21服，他们有 1.6 兆的击杀，然后比较起昨天，他们是已经提升了这边288亿的击杀积分，这个是很多的数目了。哇，比这个16的还要更多，我不确定这个数据有没有问题啊，但是它这个提升也太多了。在同一场 KVK 里面的第8服，他们也是提升了81亿，不过他们排名是排行在第3啦。第8服跟16他们是结盟关系。再来这边还有包括40亿这边也是提升了不少，也是蛮接近20亿的啦。然后他们的击杀总共有 1.2 兆。再来就是说一下他们这一场 KVK 的战况，那我已经是看了24小时也不是看24小时啊，就是现在这个画面是已经经过了24小时，就是我看到他们的地图呢，其实跟昨天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我看到我的观众一直说他们没有去集结啊，所以他们才没有推进，只是在野战而已。那事实上并不是的，我看到他们其实是有开集结，但是围殴集结的频率不算是特别高，就是比较起国际服啦。有可能他们是在慢慢打着啦，毕竟双方都拥有大量的资源加速都还没有消耗，如果太快结束这个黄庭的话就不够有趣啦，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会打得久一点了。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地图呢依然还是分成一半一半的，所以他们这边旗帜的变化讲真的比较起国际服呢真的没有变化的太快。一方面也是因为双方都是有先锋王国都很强的关系，所以他们旗帜也没有掉的特别多，推进也不会有太多，大家集结跟防守其实都做得很不错。那如果这个情况再维持下去的话，有很大可能我们到了圣城开放的时候，他们依然还是这样子的旗帜，还是这样子的地图分布。因为根据编年时，现在这个时间是他们刚好结束1天了嘛，如果在倒数23个小时，也就是说第2天结束之后，在第3天次日的晚上8点，他们的圣城就会开放，也就等于说星期3有可能他们就会去争夺圣城的首战，因为拿下圣城之后，还有拿下旁边的4座塔，就会有 buff 提升，有可能会提升士气，然后 buff 提升可能会打得更凶狠。所以很大可能在星期3之后，我们才可以看到反转，又或者是如果明天进展得快一点的话，或许我们就看不到这个圣城打斗。当然我是希望可以看到啦，因为我相信当圣城开放的时候，双方应该会打得非常激烈，所以很期待他们在明天跟后天的表现，希望可以打得更久一点呢，更刺激一点。如果你对这个场 KVK 感到兴趣的话，也可以留守在我的频道，我会在晚上时间做直播。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